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想邀请你踏上一段探索之旅，一段深入理解我们周围复杂世界的旅程。我们将一起走进一本被誉为系统思考圣经的书，《系统之美》（Thinking in Systems: A Primer）。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内拉·梅多斯 （Donella H. Meadows），一位杰出的环境科学家和系统思考领域的先驱。梅多斯女士曾领导罗马俱乐部 Club of Rome 的研究项目，并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 报告。她以深刻的洞察力和清晰的表达能力，帮助我们理解系统如何运作，以及我们如何在其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系统思考呢？想象一下，你是一位船长，航行在一片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海洋上。传统的导航工具可能无法帮助你应对突如其来的风暴或暗礁，而系统思考就像是一张全新的航海图，帮助你看清全局，预测变化，并找到最佳航线。1. 理解系统。什么是系统？首先，让我们来理解什么是系统。梅多斯在书中指出，系统不是简单的线性组合，而是一个由多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的整体。这些要素通过反馈回路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整体。系统是一个由相互连接的要素构成的集合，它会产生自己的行为模式，并表现出作为整体的特性。而这些特性是各个组成要素所不具备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生态系统，比如一片森林。森林中的树木、动物、土壤和水源等要素并不是孤立的，它们通过食物链、水循环和养分循环等反馈回路相互连接。当我们改变其中一个要素，比如砍伐树木，整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可能导致生态失衡。学习系统思考的第一步是识别系统中的要素和连接。通过绘制系统图，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影响系统的行为。这不仅帮助我们理解问题的根源，还能帮助我们找到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在企业管理中，识别系统中的反馈回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市场变化对产品销售的影响，从而制定更灵活的市场策略。2. 反馈回路，系统的动力源泉。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反馈回路，这是系统思考的核心概念之一。梅多斯将反馈回路分为两种，增强回路和平衡回路。增强回路是自我强化的过程，它会放大初始变化，导致系统加速变化。理解反馈回路可以帮助我们预测系统的行为，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例如，在项目管理中，识别增强回路可以帮助我们加速项目进展，而识别平衡回路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项目失控。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运用反馈回路的概念来改善个人习惯，比如通过设定目标和奖励机制，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增强回路，激励自己不断进步。3. 系统基模，识别常见的系统模式。梅多斯在书中介绍了多种系统基模，这些基模是系统思考的常用工具，帮助我们识别和理解常见的系统模式。一增长极限基模，当一个系统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会遇到限制因素，导致增长停滞甚至衰退。比如，一个企业如果只注重销售增长，而忽视了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最终可能会失去市场份额。一转移负担基模，当一个系统面临问题时，如果只是采取临时性的解决方案，而不去解决根本问题，最终可能会导致问题反复出现，甚至恶化。比如，一个城市如果只是通过增加警力来应对犯罪问题，而不去解决贫困和社会不公等根本问题，犯罪问题可能会愈演愈烈。系统基模是系统思考的常用工具，帮助我们识别和理解常见的系统模式。识别系统基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问题的本质，并找到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在个人生活中，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总是陷入增长极限的困境，可以反思是否需要调整目标或策略，或者寻找新的增长点。在企业管理中，识别转移负担基模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过度依赖临时性解决方案，而是采取更根本的措施来解决问题。4. 杠杆点，寻找改变系统的关键点。梅多斯指出，在任何系统中都存在一些杠杆点，这些点是我们可以施加影响的地方，能够带来系统行为的显著改变。杠杆点是系统中的关键点，是我们可以施加影响的地方，能够带来系统行为的显著改变与目标。改变系统的目标可以彻底改变系统的行为。比如，一个企业如果将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变为可持续发展，其经营策略和决策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一规则，改变系统的规则可以改变参与者的行为，比如政府的税收政策、企业的薪酬制度等，都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一信息流，改变信息流可以改变系统的反馈机制，比如通过加强信息透明度，可以提高系统的效率和公平性。
识别杠杆点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改变系统的关键点，从而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例如，在社会问题中，识别杠杆点可以帮助我们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推动社会进步。在个人生活中，识别杠杆点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改变现状的关键方法，比如，通过改变信息获取方式，我们可以获得新的视角和灵感，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5. 系统之美，拥抱复杂性，享受变化。最后，梅多斯鼓励我们拥抱系统的复杂性，享受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他指出，系统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我们无法完全控制它们，但我们可以学会与它们共舞。系统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我们无法完全控制它们，但我们可以学会与它们共舞。拥抱系统之美可以帮助我们培养一种开放的心态，勇于面对挑战，积极寻找机遇。例如，在职业生涯中，拥抱变化可以帮助我们不断学习新知识，提升自身能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个人生活中，拥抱系统之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享受生活的美好。通过今天的介绍，我们了解了《系统之美》这本书的核心概念和重要习惯。系统思考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以系统思考帮助我们识别系统中的要素和连接，理解反馈回路的作用，识别系统基模，找到改变系统的杠杆点。2. 拥抱系统的复杂性，享受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系统之美》这本书，并尝试运用其中的理念和方法来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相信我，这本书将彻底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帮助你成为更优秀的决策者。让我们一起用系统思考的智慧，迎接未来的挑战，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